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全网舔屏，程毅的生前又刷新了谍战剧烧脑的天花板。由程毅、尹领衔主演的谍战剧生前，于开播次日极为顺利地登上了热榜的榜首，演员阵容极其强大，诸如王劲松、刘欢、何中华等一众资深的老戏骨竟然都沦为配角了。该剧的背景被设定于抗日时期，除却谍战这一题材极具吸引力这一关键之处外，其剧情的节奏也极为清晰明快。小编看了一眼豆瓣的评论，竟发现满屏都是好评，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呢？难道竟然连一个可供吐槽的地方都不存在吗？难道谍战剧再度涌现出极为极致的作品了吗？究竟是何种类型的电视剧呀，竟然致使其被积压长达5年这般长久的时间，然而一经上线就备受全网众人的热烈追捧，以至于全民都纷纷夸赞到这般程度呢？小编必定要亲自去体验一番其中的滋味呢，赶紧抓紧时间加入到追剧的队伍中来呀！于最新的剧情之中，男主云鸿深收到了一封密函，信中所记载的乃是八哥邀约他前往旺福酒楼碰面。云木之对其中所蕴含的阴谋存有疑虑，然而鉴于儿子对此事极其热衷，故而并未即刻对他予以泼冷水。这二者之间的对手戏依旧极为让人沉浸其中，深深着迷，具有强强联手般的那种独特韵味。云爸虽说嘴上声称他对于云鸿去处理八哥相关的事物毫无异议，并且打算将自己的秘密告知他，然而他的眼神看上去颇为复杂，仿若心中已然怀有别样的谋划。乃是资深的老戏骨，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带有那股老谋深算且狡黠世故的韵味。在目送儿子离去之后，这眼神蓦地涌起一种不太妙的感觉，仿佛即刻就要有重大的事情降临了。幸好所扮演的乃是好人角色，倘若这是个反派的话，那顷刻间便能够将正派彻底剿灭干净了。当情绪处于巅峰之际，竟然全然无法恰当地掌控表情，这般状况着实令人心中涌起悚然之意，其演技简直堪称极为高超呢。云鸿深在老徐的带领下前来探寻关于老爸长久以来始终隐秘着的秘密，这极具警惕性的小眼神，一望便可知其极为聪慧，着实未曾料到程毅拍摄现代剧竟也这般帅气。云鸿深万万没料到，云爸竟然假借要告知他秘密之事为由，将他哄骗至一间屋子里面，而且还在外面把房门反锁上，以此来阻挠他去赴宴。这着实把云鸿深给气得不轻，甚至还宣称自己一意孤行，那股子叛逆且毫不示弱的劲头全都展现出来了。最终，当管家前去送饭菜之际，却震惊地发觉门竟然被撬开了，这里着实带有一些强行推动剧情发展的意味呢。大户人家的门锁竟如此差劲吗？随后公然在一家人的视野范围内溜之大吉。倘若从窗户进行逃跑的话，或许存在一定程度的可被信赖性。管家老徐随即就把这件事禀报给云爸了，表情展现出极为慌张的模样，举手投足间无不透露出担忧与不安的情绪。他的演技着实堪称完美无瑕，果然演技与颜值并无直接关联。云爸得知此事后，便着手对管家进行交代后事，说道：这已然是最后一次并肩作战了。他的眼中满是不舍与无奈的情感。王劲松着实极其适合去演绎这类慈祥且睿智的人物角色呀，能够给人带来一种极为可靠且沉稳的感觉，只要有他在，就会让人感觉格外安心。那执拗的家伙云鸿深来到了信件中所提及的地址周边，隐匿于暗处，静静地观察着此处的各种状况，脸上尽显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这个镜头简直极为酷炫呀，其背景的虚化极为恰如其分，
将人物凸显出来。程毅的长相着实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让人发自内心的喜爱着呢。他全然未曾察觉到危险已然在悄然无声的逼近，仅仅瞧见一把重型机枪正潜藏于阴暗之处，对着他进行瞄准。螳螂捕食蝉，黄雀在其后，这般令人心惊胆战的情形，着实令人内心直发怵。云霸和管家当机立断，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前来营救他。那满脸焦急的神情，想必管家都已然汗流浃背了吧。彼时紧张的氛围已然被推至巅峰，就连小编见到这般景象都不敢正常的呼吸了。暗处的敌人错误地将坐在车内之人物当作八哥，在开门的那一瞬，朝着里面进行开枪射击。男主那无端滋生而起的好胜之心就此涌现，不但没有急忙上车，反而将自己置身于这般危险之的，与暗处的敌人展开枪战。你赶紧上车呀！即便隔着屏幕都让人对他深感焦急万分。毫无疑问，云霸凭借其一己之力成功的为营救云鸿深而挡住了那一枪。现今才意识到害怕了吗？现今才懂得惊讶了吗？早先究竟在干什么呀？赶紧上车，不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吗？此地的剧情着实让人极为愤慨。杀手再度持续的开枪射击，致使管家老徐也不幸遭到射杀。此地让人感觉极为不适，其根源在于男主逞一时之勇，从而致使那两个对他最为深爱的人身陷死地。此处理意在针对男主最初的任性以及后期的成熟进行对比，以此实现一种先抑后扬的效果。云鸿深陷于悲痛之中，然而云霸却展现出一副平静的面容。家国之大义在此刻紧密相融，既能够妥善地守护好自身的子女，又能够为党提供情报线索。这或许就是云霸所认为的最为完善、最为适宜的死法吧。云鸿深此刻已然明晰地明白后悔，哭得简直如同梨花带雨般，伤心已达极致。他的演技着实曾一度达到极为震撼的地步。孩子对父亲所怀有的那种羞愧之情展现得极为充分，淋漓尽致。杀了我吧，千万不要用亲情这般锐利的利刃。五官紧紧地皱起，涕泪毫无节制地流淌着，面庞通红一片，耳朵也变得通红。瞧见程毅这般伤心难过的模样，着实极易让人对他产生共情。管家老徐不遗余力地待引领他们抵达安全区域后，头部重重地磕在了方向盘上。云霸在完成了有关后事的一系列交代之后，随后便断了气。这一幕伴随着那悲伤的背景音乐，着实极其强烈地深深刺痛着每一位观众的心灵。小编观看之后，心情也变得颇为沉重。父亲去世后，对他予以哀悼，周遭呈现出那般冷冷清清的氛围，脸庞肿胀着，眼睛红彤彤的，眼神显得呆滞且毫无光彩，气色苍白到了极点，将那种极度悲痛的情状呈现在众人眼前。世间那个对云鸿深用情至深、最为爱恋之人已然离去，自此之后的道路便只能由他独自前行了。节奏过于急促了呀，着实不太情愿这般早早的就让王劲松老师退场呢。凝望着爸爸的遗像，回想起过往生平的诸多种种情形，悔恨之情满满的充斥于大脑之中。云鸿内心深感极其愤怒，用力地扇了自己好几巴掌。程毅对他下手极为狠辣，他的神情简直是懊悔到了极致。这一段着实让人深感揪心至极呀，毕竟人一旦逝去就再也无法获得重生了，况且他此刻依旧处于危险的境况之中。女主角叶文明也极为敏锐地察觉到当下所处的住所并不安全，于是吩咐管家去进行有关紧急撤离的相关联系。在剧中，她实际上是一个极为聪慧的人物设定。从总体上来看，她给人一种简洁利落的感觉，说话做事丝毫不会拖泥带水。女主方才离去，紧接着日本鬼子便纷至沓来，展开了搜捕找人的行动。
此地的场景布置着实极为用心，配角的服饰以及家具看上去皆极具质感。云鸿深哥哥察觉到事情并未如与管家所约定那般呈现出的信号那般发展，故而意识到他们或许遭遇了不幸。他的神情极其严肃，脸上难以掩饰的疲惫全然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眼圈黑的就好似画上了烟熏妆一般。想来他此刻已然痛心到了极点吧。然而他全然没有时间沉浸于悲伤之中，还需即刻动身去完成老爸生前所交代的任务。日本鬼子这边发现在银行拿的金条运到东京之后，全部变成了铅块。那副表情呈现出气急败坏的模样，着实令小编看得极为愉悦。经过一番深入的剖析，竟然发现这些事情的相关参与者都有着云木之父子的踪迹。随后云鸿深将会面临何种挑战呢？剧情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就此而言，剧情的衔接极为紧密，且其中每个人的演技与智商皆处于正常的水准。